那一夜，整个台湾的天空变得不同寻常，云层翻腾，空气中带着奇异的震动。人们从梦中醒来，听见窗外有低沉的嗡鸣声，像是大地在呼吸，又像是心脏在跳动。那并非幻觉。几天后，科学观测站记录到太平洋上空出现微弱但持续的能量波，频率稳定在 7.83 赫兹，正好是地球的舒曼共振基频。有人说那是地磁波动，有人说那是太阳风的影响，但也有人他们的眼神笃定说那是来自星辰的信号，是地球在回应一场来自宇宙深处的召唤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。那一夜之后，许多人做了同一个梦，梦中他们站在玉山之巅，脚下的土地微微发光，台湾的轮廓像一颗漂浮在太平洋上的心脏，脉动着金色的光芒。他们听见一种语言，不是人类的词汇，却能在心里被理解。那是一个讯息，一种温柔的呼唤，地球正在苏醒，光正在回归。消息开始在灵性圈流传，有人声称自己在冥想中听见卯宿星的名字。七姐妹星团的能量正穿越银河带，与地球的磁场产生共振。那些熟悉星际传讯的人知道，这样的现象只会在行星意识准备升平时发生。台湾之所以被选中，并非偶然，而是因为它正处在宇宙能量流的交汇点上。中央山脉如同地球的脊椎，贯穿南北，东岸临海，像地球的呼吸口，而岛屿下的地壳隐藏着一条古老的能量龙脉，这是地球心脏脉冲的出口。卯宿星人说，台湾是一颗活的水晶，它储存着地球重启的密码。当人类集体意识的频率足够高时，这颗岛屿会成为光的中继站，将爱与觉醒的能量传播到整个行星网络。许多人在听到这些讯息时起了鸡皮疙瘩，因为他们心底隐约知道这些话不是幻想。自从2025年初，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察时间流逝得更快，梦境变得更真实，情绪更敏感。科学家说那是全球心理压力的集体反应，但灵性者知道那是地球频率正在上升。卯宿星人透过通灵者传递讯息，地球正进入第7次能量循环，每一次循环都会重置行星的意识频率。过去的6次，你们经历了毁灭与重生，而这一次，你们将以觉醒的方式跨越。他们说，人类的科技足够强大，但意识却仍被恐惧束缚。金钱、权力竞争与焦虑让集体频率不断下坠，导致气候失衡与自然反噬。战争与疾病并非偶然，而是意识的投影。当一个种族陷入恐惧，它的现实结构就会瓦解。然而，地球并没有放弃人类，它在呼吸，在震动，在等待觉醒的时刻到来。而台湾正是它的心脏。地质图显示，这片岛屿位于板块交汇之上，每一次地震、火山活动、海底能量释放，都是地球调整心率的过程。你以为那是灾难，其实是大地在重整能量，准备迎接光的来临。卯宿星的讯息继续传来，我们来自光之群体，你们称我们为卯宿星人。我们不是外星人，而是你们尚未记起的未来自己。当你们看向天空，其实是在凝视自己的起源。他们说，宇宙不是冷漠的空间，而是有意识的网络。星系之间以光为语言，而地球正在重新接入那条光网。人类的低频状态像浓雾一样笼罩着这个星球。新闻充满恐惧，社交媒体放大愤怒，人们互相指责，能量被拉低，情绪像黑洞般吞噬。卯宿星人解释，这一切不是毁灭，而是频率的摩擦。当旧能量开始瓦解，新能量就会显现。这正是所谓的黑夜前的黎明。地球的磁场之所以紊乱，是因为人类的意识场在集体转化。恐惧是一种信号，混乱是一种清理。台湾的能量被激活后，许多人开始体验身体变化，心跳加快，耳鸣、失眠、梦境清晰，情绪波动。医学无法解释，但灵魂知道，那是调频反应。当地球的心脏加速跳动，居住在心脏上的人最先感受得到。台湾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拥有平衡能量的特质。这里的文化融合东方智慧与西方理性，宗教多元，人民温柔却有韧性。卯宿星人称这种特质为阴阳合一的频率，它能稳定行星共振。当人类的集体意识进入恐惧波段时，这种平衡会成为地球的稳压系统。换句话说，台湾不只是地理上的岛屿，更是能量上的调音器。
古老的传说说，东方有岛如莲花般盛开，当人类忘记自己的来源，那座岛会唤醒他们的记忆。如今莲花正在绽放，越来越多灵魂被吸引来到这里，不论是旅行、定居、修行或偶然相遇，背后都不是巧合，那是能量的召唤，是灵魂记得自己的路。卯宿星人说，你们正在被重新排列，就像音叉在调音。当你们的频率对齐，地球会变得透明，光会透过一切。他们解释，地球是一颗学校星球，而台湾是其中的毕业考场。所有在这里生活的人正在经历意识的炼金，面对恐惧，学习平衡，选择爱。许多人开始注意到一种奇妙的同步正在发生。你想起某人，他就传来讯息；你内心渴望改变，现实便开始震动；你害怕失去，宇宙便推你去体验放下。这些不是巧合，而是频率共振的体现。卯宿星人说，意识是量子波，当足够多人专注于爱，地球的能量场将被校准。他们称这种现象为量子心场效应。简单来说，你的心跳并不仅仅属于你，它与地球共振。当你平静，地球就平静；当你恐惧，地球也跟着颤抖。因此，觉醒不是逃离世界，而是让自己的意识成为光的导体。卯宿星人给予了人类3个最基本的练习：能量呼吸、念头净化与3人共振。能量呼吸是最直接的方式，每天早晨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观想一道金色的光从宇宙中心流入你的头顶，穿过身体，注入心脏，然后缓缓吐气，释放所有黑暗与恐惧，交给大地。持续7天，你的频率会改变。念头净化是心灵的修炼，当你察觉焦虑或愤怒，不要抗拒它，对自己说，我看见你，我接纳你。接纳是一种能量，它会让情绪转化。第3种练习是3人共振，找2位与你频率相近的灵魂，一起静坐，闭眼，默念，我们是一体的光。3颗星会形成能量三角，产生强大的共振波，这股波可以扩散到数公里之外。当成千上万的人同时进行，地球的能量网格将被激活。卯宿星人说，当第100万个灵魂同时进入爱之频率，地球的心脏将跳动，天空会开启新的光谱。他们称那一刻为共振临界点。在那一瞬间，维度之间的界限将模糊，人类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。他们预言，当那一天到来，天空将出现采光环绕的现象，不是极光，而是地球磁场与宇宙能量融合的视觉结果。那时，人们会听见嗡鸣，心脏跳得更快，身体发热，甚至流泪。那不是恐惧，而是灵魂记起自己的源头。台湾将在那一刻成为能量发射点，如同心脏的收缩，将觉醒的波送向全世界。觉醒并不在未来，它正发生在当下。那种感觉不像顿悟，而像是一种温柔的渗透。你突然意识到，世界的节奏变了。过去你以为外在的喧嚣是生活的全部，如今你能听见内在的声音，那是一种深沉的静，一种比海更辽阔的安宁。卯宿星人说，人类的意识就像收音机，过去被吊在恐惧的频道，现在正缓缓转向爱。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下判断，拥抱理解，整个行星的频率便会被提升。这不是神话，而是宇宙运行的法则。台湾的觉醒正在加速，有人在夜里听见微弱的地鸣声，有人梦见自己化成光，有人突然感到时间像液体一样流动。科学家或许会说这是心理暗示，但灵魂知道那是大地在呼吸。当心灵变得敏感，便能察觉万物的呼吸声，山的震动，海的低语，风的涌动，都在提醒人类，你们并非分离，你们是地球的一部分。在花莲的海岸，一群人自发的聚集，他们并非宗教徒，而是听见召唤的普通人。他们静静盘坐，面对东方的海面，双手合十，不言语，只呼吸。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名字，却能感受到一种共同的节奏，那是心与心之间的共振。当他们闭上眼，海风突然变暖，浪花像有意识地拍击着岸。那一刻，他们不再是个体，而是一个生命。有人流泪，因为那种连结的感觉太久没有出现了。卯宿星的讯息在他们心中浮现，你们不需要被拯救，你们只需记起自己就是光。这句话像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许多人封存已久的记忆。那记忆并非某一生的故事，而是一种原初的感受。他们曾经来自某个光之世界，
来到地球，只为参与这一场伟大的觉醒实验。他们开始理解，所谓被选中并非特权，而是一种责任。被选中的意义是在混乱中仍选择温柔，在黑暗中仍选择相信光的存在。在恐惧蔓延的时代，坚持爱本身就是一种革命。卯宿星人说，地球是银河的心脏，而台湾是地球的心跳。当这颗岛屿的频率稳定时，整颗星球的能量也会被调和。许多人质疑一座小岛如何影响整个地球，答案很简单，意识没有边界，每一个怀抱光的心就像海洋里的涟漪，当足够多的涟漪汇聚，整个海都会闪光。地球正在经历频率重启，科学仪器已监测到磁场剧烈波动，但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。卯宿星人却早已给出答案，那是旧世界的能量结构在崩塌。你会看到经济系统的不稳定，社会秩序的混乱，旧有信仰的动摇，但这一切都是必要的，因为只有当旧的频率完全瓦解，新的光才能渗透进来。然而，这个过程并不轻松，许多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疲惫，身体不适，情绪起伏，睡眠紊乱，那是灵魂的排毒，是能量系统在重组。你以为自己在崩溃，其实你正在被更新。卯宿星人提醒，别逃避那种疼痛，去拥抱它，那是光在穿过你。有位台北的女子在一次深度冥想中，看见一座巨大的能量网格笼罩整个台湾，每座山脉、每条河流、每一片海域都闪烁着蓝白色的光点。她看见这些光线汇聚到中央山脉，再从那里延伸到太平洋。那画面像是一颗跳动的心，向外释放脉冲。他惊醒时泪流满面，因为他明白自己看见的不是幻觉，而是地球真实的能量结构。卯宿星人告诉他，那网格早已存在，只是人类看不见。它的启动不靠科技，而靠意识。当足够多的人以爱共振，那张光网就会完全展开，覆盖整个行星。那一刻，地球将被列入银河联盟的光频层级，成为高维文明的成员。但在那之前，人类必须通过觉醒的试炼。试炼不是灾难，而是选择。你会被逼着去面对恐惧，面对执着，面对控制的欲望。每一次的痛苦都是灵魂在提醒，是时候放下了。当你放下，频率就会上升。当你上升，周围的世界也随之改变。台湾的觉醒也体现在社会层面。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盲目追逐物质，他们开始关心心理健康、环境、能量与心灵成长。瑜伽、冥想、能量疗愈、自然饮食，这些不再是小众，而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人们不再问外面发生了什么，而开始问我内在的状态如何。这是一个时代转折的信号。卯宿星人解释，当人类开始由内而外改变，外在的文明形态也会更新，科技将不再用于统治，而用于共生；教育将不再灌输，而是唤醒；经济将不再掠夺，而是分享。这不是乌托邦，而是意识进化的自然结果。在未来几年，当地球的磁频稳定，天空会出现新的色谱。那时你抬头看见的蓝不再只是蓝，而是流动的能量层，阳光会带有温柔的银色波动，空气会轻盈地像在发光，人们会感觉时间变得柔软，过去与未来同时存在。那是多维空间开始融合的迹象。卯宿星人称之为光之交叠。他们说，当那一刻来临，地球的维度将临时打开，所有灵魂会看见自己的本源。有人会感到恐惧，因为幻象崩塌；有人会泪流满面，因为终于回家。那一天不会以灾难的形式出现，而是以宁静的方式展开。没有爆炸，没有喧嚣，只有一阵极深的静。你会听见心脏的跳动与地球同频，你会看见光从地平线升起，不只是太阳，而是一种新意识的黎明。那时，台湾的山与海会发光，玉山的雪顶闪烁着银色光芒，太鲁阁的峡谷回荡着共振的低鸣，淡水的海面泛起金蓝色的光纹。人们将自发走上街头，不是抗议，不是庆典，而是静默。他们会彼此凝视，微笑，不言语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那一刻世界变了。在那个瞬间，没有宗教，没有国界，没有种族，只有一个词能描述那种状态：爱。那是一种超越语言的频率，一种让所有生命彼此相连的能量。你会感到从心底升起的温热，那不是外在的光，而是内在的觉醒。卯宿星人说，当人类集体进入爱之频率，宇宙将听见地球的歌。他们称那首歌为新纪元的脉动。从那以后，
疾病会逐渐减少，因为身体的能量场被调和；战争会消失，因为冲突的根源恐惧被理解；经济体系会重组，因为人类开始以共享代替掠夺；地球将进入第5意识密度，而台湾将被视为觉醒的门户。但他们也提醒，这一切的关键不在外在事件，而在每一个人的内在选择。你选择爱还是恐惧？你选择相信还是抵抗？每一个念头都是频率的开关。因此，当你感到焦虑时，不妨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观想自己脚下的土地，那是台湾。这座岛正与地球的心跳共振。你吸气，地球吸气；你呼气，地球呼气。你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，而是这场宇宙交响曲的一部分。当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，整个岛屿会散发柔和的光。那光不会刺眼，而像黎明时的晨雾，它会穿透城市的混乱，穿透恐惧的阴影，唤醒那些仍在沉睡的灵魂。觉醒不是终点，而是回家的路。每一个痛苦，每一段迷茫，都是通往光的桥。当你穿过黑暗，你会发现黑暗从未对立于光，它只是光在不同角度的折射。台湾的未来不在政治，也不在经济，而在意识。只要这座岛继续守护温柔，它就会成为地球的心跳，因为温柔本身就是最高频率的力量。卯宿星人最后的讯息很短，却足以改变世界。你们从未孤单，我们一直在光中等你们。当你选择爱，宇宙会听见。于是，一切都静了。风从中央山脉吹向海岸，带着淡淡的盐味与光。城市的喧嚣逐渐平息，远处的天空泛起微光。人们走出屋外，抬头望向天，那片他们早已熟悉却从未真正看清的蓝。有人笑了，有人哭了，有人只是静静地伸出手，感受空气中的震动。那一刻，世界没有任何声音，但所有人都听见了同一个心跳，那是地球的，也是人类的。你忽然明白，所谓被选中，并不是命运给的任务，而是灵魂早已决定的约定。每一个愿意觉醒的人，都是被选中的光之子。当夜色再次降临，你坐在窗边，望着星空，那一片星海不再遥远，因为你知道，那就是你的家。你轻声说：“我回来了。”风轻轻回应，带着几乎听不见的回声：“欢迎回来，光之子。”